结婚前他对我挺好的，自从生完孩子就对我挑三拣四，整天对我发脾气。他天天在家待着，家里的一点小事情都做不好。我天天在外面挣钱多不容易，我说他几句怎么了？我在家更不容易，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处理家务，天天把饭给他做好了，他还不满意。就在家待着能干什么？我天天出去风吹日晒的，回来已经很累了，他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我想每天在家待着嘛，要不是因为孩子太小，我早出去工作了。现在每天还要在家受他的气，如果不是有孩子，我早就跟他散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刘先生28岁，来自河北，工人；女嘉宾张女士28岁，来自河北，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结婚2年了。孩子多大？孩子10个月了。男孩女孩？男孩。特喜欢？啊，挺喜欢的。哎呦，谁给你生的？我媳妇生。啊，你媳妇生的，你还知道哈？看资料上说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是吧？对。相处了1年结的婚。对。婚前和婚后没什么变化，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之后变化很大，是吧？对对。啊，今天谁要来啊？我。想干啥？就是不想跟他过了，他的变化太大了。哦，都不想跟他过了。对。好嘛，他有哪些变化？你慢慢说说吧。就是没结婚之前吧，对我还行。还行。自打生完孩子之后吧，就是总是挑三拣四，就是嫌我不这个不那个。然后有一次呢，就是说饭都做好了，就每天下班回来都是我做好饭了，都盛在碗里吧。然后那天我说饭做好了，都在锅，你自己盛一下吧。我说这头闹着孩子呢。他说你给我盛吧。我说你自己盛一下呗。他说那个你不给我盛饭，你天天在家待着都干啥呀？就这样，我就没给他盛，然后他就摔摔打打、骂骂哒哒的，就那样。他呀？对。那我在外边干一天活，让他给我盛个饭能咋的？你在外面干什么活了？干小工。我要干啥吧，他也不让干，一直都是特别体谅他。反过来到最后呢，他还不体谅人家，就是一直的，就是我一直在包容着他。然后呢，他就是变本加厉的，就是脾气越来越大。哦，他现在大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有一次孩子都感冒了，就发烧，我说吃点退烧药看看。我说要不行的话，等到晚上你下班了，我说咱们开车带孩子去看看去。他说行，答应特别痛快。等到晚上5点多钟，孩子又发烧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这就回去了。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回来吧。我说回来咱带孩子上医院去验个血，到底这是病毒性感染还是什么感染？他说行，就这样。等到回来了呢，看我就是在闹孩子，就是我们斜厨上有一个就像一个钳子似的那样东西，就把我就给砸过来，说你天天不给孩子吃药，啥都等着我回来呀，就这样。然后就把花盆就给我凿碎了。后来我也没吱声，我说你到底是去是不去？他说那走啊，就骂骂咧咧的，然后就带孩子就去了。我早上让你给他吃消炎药，那你不给他吃？要不明天你在家带孩子，我去上班去。那你自己不会带他去医院，非得等我回来？那啥都等我呀。10个月孩子乱吃什么消炎药，还好意思摔花盆？就是后来了那个，我说咱们先去上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这不就去了吗？他就坐在车上就开始埋怨我说那个在家看孩子都看不好，还给孩子看出毛病来了。你说我在家看孩子，我也不希望孩子有病有灾的。你说孩子有病有灾，我也着急，不是的。然后他就埋怨一道。后来了，等到下了车了，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带着孩子上的医院，他都不管的那种。你说说为啥不管啊？我在外边干活挺忙的，也没空管呢。他在家看孩子就行了。去医院你为什么不管啊？去医院我管了，我没不管。那你为什么在前面走？你不是说帮我带孩子？你咋在前面走？你还要说累死你？是你说的不？是。为啥呀？谁让孩子给孩子整生病了呢？那我给孩子整生病了，那下回就这样。你要是说谁给孩子看不了生病生灾的，你就让谁看去，我就出去上班挣钱去。哎，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就是说自己干点啥来着，然后就是一边带孩子们一边干点啥。然后他总是不让干，就他肯定不能让你干了，他让你干了，他怎么办啊？做不了爷了，你知道吗？他就总不想让我干这干那，什么都不让干。碰到这种老公一定得干。你想干嘛？
我想自己开个就是那种的服装店嘛，就是连带孩子，然后了就是说连自己卖点啥嘛，就是说多了不挣，最起码挣个零花钱嘛。然后他说那你1个月连2双鞋、3双鞋都卖不出去，还干啥呀？在家待着，你看好你的孩子得了。他以前从那个商场打工着，那经理说他一个月连2双鞋都卖不出去。你看见了吗？经理跟我说的。经理找你跟你说的呀？我找那些经理跟我说的。你啥时候找回去了？哼，哎，你当初为什么嫁给他了？瞎了眼睛了都。啊？瞎了眼睛了。哎呀，您接着说，还有别的吗？有，就是有一次吧，就是说，我说天暖和了，我说咱们带孩子出去溜达溜达。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都待成抑郁了，一动不出，因为我家孩子就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带，然后自己带啊？对，就是我一个人带，自打出生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带。厉害厉害啊！后来了，我说你带我出去，咱们出去就是说咱远处不去，咱可近处溜达溜达呗。然后他说溜达啥呀？我一天天挣钱多不容易呀，还总出去溜达去，哪有时间总让你出去呀？就这样，当时在家待着你的得了，带好你的孩子，就这样。那时候我寻思孩子挺小的，出去爱感冒，然后我天天上班也没空。刚才你媳妇儿学的是你的原话吗？让人在家待着出去。是。你咋那么嘚瑟呢？哎，这个确实挺气人的。然后呢？然后了，就是说就耍呀，耍完了我也没搭理他，这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然后有一次他就给孩子买，就是那个买东西嘛。然后正好我也没有化妆品了，没化妆品。我说我说咱俩出去绕绕。我说我买套化妆品嘛。我说没有擦脸的了。我说现在这个换季了，衣服就是说生完孩子指定是以前的衣服指定是穿不了了。好，他说那个凑合穿得了，那个擦啥擦呀？谁像你天天的擦这个擦那个呀？我说你看你，我说又花不了多少钱，至于的吗？就不让买，啥也不让干。你也不出去买化妆品干啥呀？有那钱给孩子买点奶粉。谁都出去都擦都抹都带的，我又不像说跟人家攀比这攀比那个。那我处处都替你想，那你为啥不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想呀？你也不出去，我哪儿没站你角度想？那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你为啥回家就得跟我耍跟我作呀？那你在家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连那我看不好了，那人家现在跟我这么大小媳妇儿，咱跟前的你都知道，公公婆婆都帮着带，你爸你妈身体不好，没人给我带，全都靠我自己，还咋的呀？谁家的天天的公公婆婆都把饭菜都给做好了，到我这儿来全都是我自己把饭菜给你做好了。你回家了，下班回来袜子一双不洗，全都得我给你洗，你自己洗过1双吗？孩子的衣服你给洗过几件？问你呢？没洗过。哎，我在外边干活也不容易啊，一天天的也挺辛苦的，希望他也能谅解我一下。你周围的哥们儿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呀？差不多。啥叫差不多呀？人家就是咱家那面的，跟咱们结婚差不多的，人家天天带媳妇干这干那，媳妇说买啥就买啥，人家天天得上公公婆婆那头吃去。我自打生了孩子之后，我上你妈你爸那头吃过几回饭？你自己拍着良心问问你自己。我爸我妈身体不好，再说是啊，你爸你妈身体不好，我体谅你的时候，你为啥不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一想？你就咋不说早点回家帮我带带孩子，我去做点饭，哪怕早起起来你帮我做一点饭了吗？每天早起起来我不给你做饭，你都骂我嚷我。问你呢？你在家里咋说的？还接着说呗。我在家里也没咋嚷的呀。所以我们看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当那个女生这么说的时候，没人会去说她说，哎，你就应该自己带孩子。其实我们说的是，如果父母能帮着带，那是你的幸运，对吧？对。他做得好就在这儿，反正家里面老人确实有这个情况，我也不抱怨。但是他这个抱怨并不是抱怨老人不帮着带，而是抱怨自己的先生不知道疼他，是吧？对。你听得懂听不懂啊？听懂了。你今天来干啥？来想让他跟我好好过日子。行，那你说你想让他怎么跟你好好过吧？我就想让他谅解我一下。你谅解你什么吧？谅解我在外边干活挺辛苦的，完后。那好，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有义务管你儿子吗？有。那你干嘛不管呢？我也管，我到家有时候吃完饭我也看孩子，我也没一点也不看。就是歇完了说去找你妈去吧，该玩手机还玩手机。就耍一下是吧？我们说的是带，不是耍。你回家能帮着媳妇儿做点饭吗？能。那不就完了？没做过是吧？没有。你怎么来这儿态度这么好啊？问题没问完呢。啊。这是你娶的媳妇儿，还是你们家人逼你娶的媳妇儿？自己想娶的。咋样啊？这媳妇儿？挺好的。能不能疼人家？能。
哎，你说句实话，但是我也希望他能谅解我一下。那我谅解你的同时，你谅解我了吗？你看见？我问你啊，你害怕他跑不？害怕。你真害怕假害怕？真害怕。你要这么对他，迟早他得跑啊。所以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现状，他不是人怎么样，而是在他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理念里面就是这样的。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里面就这么分了工了。他的心里面又没有那种感恩和感激，所以你也挺痛苦的，是吧？对。人不坏吧？人不坏，就是他太自私了，就是脾气不好，啥事都只考虑他自己，从来都不会换位去思考。所以这个就变得特别特别难受。对，因为我就是一直的体谅着他，可是他从来都是说不体谅着我。因此怎么办呢？你问问他们吧。一起进入信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我看看你的手好吗？挺好的呀。不能自己盛饭呀？能。非得摔花盆啊？这手不挺好的吗？干活的手，劳动人民的手，为什么摆出一副大爷的样子？你看你今天在我们面前这状态，又谦虚又谨慎的，回家就跟媳妇儿使劲，回家横去，还想他好好跟你回家过日子，他还得怎么好好过日子？自个儿辛辛苦苦在家带孩子，你上班最多一天10个小时吧，他一天24个小时。半夜起来不用喂奶啊，不用换尿不湿啊，不用给你做饭洗衣服拖地啊，他还得怎么好好跟你过日子啊？我今儿坐这儿，你不跟他走了今天？行不行？他跟你离行不行？你告诉我。不行。不行。还是没人看。你看。就不给你看。你不说了吗？累死你！这是老公该跟媳妇儿说的话吗？人凭什么跟你在这受气受累的？你这不欺负人吗？全职妈妈就真的是非常辛苦和不容易。我建议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跳出来。你说的对，去找一份工作。我倒不建议你说一定要现在就去自己做生意，其实可以先学习一些东西，找一份工作，先自立起来。这老公根本指望不上啊，这也，对不对？对。他要是不跟你离，你能改吗？能改。你回家能干什么？你说说看。回家帮他看看孩子，做做饭啥的，要是有时间的话。给他盛饭吗？我给他，有时候给他盛饭。我抱着孩子，你再不给我盛饭可毁了。那我饭都给你做好了，你干啥不给我盛啊？行，就定个规矩，如果今天他不走，你每顿饭都给他盛饭。行。行吗？行。我当然是祝福所有的婚姻和爱情，尤其是还有一个10个月的宝宝。所以相爱的时候，存一份感动；冷战的时候，多一些感恩。祝你们幸福，谢谢。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兄弟，你想想，你有老婆有孩子啊，这日子其实挺好的，是吧？是。你不反省一下自己，你不怪自己，你骂老婆。我再问你个问题，你在辞职之前1个月挣多少钱？2000多块钱。如果卖的好啊，有提成吗？有。也能到个3000左右。差不多。他是放弃了3000块钱的工作，回家来带孩子的，这个放弃叫机会成本，放弃的这个机会成本就相当于是他挣的钱。现在对于全职妈妈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不好。全职妈妈，她叫职业主妇嘛，好，是一种职业嘛，职业主妇嘛，对吧？它是有经济价值的。你请保姆是不是要花钱？你送到学校里面，哪怕上个早教，是不是要花钱？让任何人照顾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都要花钱？这个钱给你省下，这就产出了经济价值嘛。所以它叫职业主妇。所以我还是回到最前面去，想想自己的责任。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老公，你要摆大爷的谱，可以先扛起这个家来再说。听懂他说那意思了吗？听懂了。要尽自己在家庭里的义务和责任啊！来。其实我也气愤啊，但我听着多少听出一些悲凉。我觉得这个男人身上可气的成分固然多，还有一种麻木。这一定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在外边没啥本事的男人。
我倒觉得先生，其实你能够在家里肆意妄为的跟他们生气，让老婆给你做饭洗袜子，这体现不了你的价值。你收获的只能是这个女人越来越看不起你，看不上你。你想要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家庭的温暖，就不仅仅在外面去好好打工，回家也好好做你的男人。不是要你低三下四的去哄女人宠她们，平等的去爱，像你需要她爱你照顾你一样的去照顾和爱她，你才可能拥有一个像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坎儿啊，孩子还小，也希望随着孩子的成长，哺乳期的结束，女士能有更多的选择，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力量，财务上的、情感上的。这个男人经过我们这次节目的录制，多少能有些反思，能够改改你的习气，好好做一个男人。希望你们能够共同度过这个难关。谢谢。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样的一档节目？希望他跟我好好过日子。你感觉到了危险？有点儿。其实对你吼也好，不帮你带孩子也好，对你不好也好，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深入骨髓的认为自己是个男人，他就有天然的优势，而你就应该在家里像个保姆一样去干活，这是最可怕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一条，你拿他别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我们看过太多类似于这样的题材和采访，这些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因为父母都是这么相处的。他唯一怕的就是老婆真的离自己远，孩子真的离自己远了，自己又是一个光棍儿，他心里会真的害怕。你必须让他切肤之痛地感觉到，如果一旦这个家散了，他又恢复成一个光棍，回家里聒噪都是冷的，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他会真的感觉到害怕。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敢于下这样的决心，你要让他感受到，如果你真的就这样再对我下去，我是真的会从你的生活当中彻底的消失，他就一定怕，好吗？好。唯一的钥匙在于你的态度，就这样。这个里面其实就有一个，这是最难改变的，就是观点和观念，其实就是要改变。你还年轻嘛，28岁，就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人，你应该改变一下了。我指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你有怕的，对吧？我愿意相信，如果你们之间有爱，你们拿对方的爱和对孩子的爱，一定能把这个坎儿给渡过去。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以前要对你不好，在这儿跟你说声对不起。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多做点家务，多照顾孩子，帮你做做饭啥的。以后咱俩共同努力，希望能把这个家过得更好。那你以后还发脾气吗？不发脾气了。那你还骂人吗？不骂人了。那你孝敬双方父母吗？孝顺。那你以后还跟双方父母顶嘴吗？不顶嘴了。你把那个自尊认为能放下一点就行了。行，我知道了。唉，那你以后回到家里头还摔摔打打吗？我不摔摔打打的了，对你好好的。我说啥是啥。你说啥是啥。行，谢谢2位。女生，女生，哎，你以后不要再去跟他说我要你这样，我要你那样，不要说，无声是最可怕的。你只要做决定就可以了，你只要不说话，他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你明白吗？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态度，你说这些都没用，老生常谈，耳朵都听起茧了。明白吗？明白。回吧，谢谢2位啊。来，请关门。来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
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就想跟他说我错了，我之前对不起他，我希望以后他好好跟我过日子，希望他原谅我。没了，没了，回吧，谢谢你。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这样的选题很无奈，但是这样的选题更加坚定了你在节目当中传递该传递的一些生活的观念，而不是方法。因为理念的更新，在我看来可能更重要一些。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在一起1年多了，他现在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甚至要我放弃本来的专业去和他一起工作。我要求的这些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的未来着想吗？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他不能为我做一些牺牲呢？我知道他为我付出了很多，但他总是和我强调之前为我牺牲了什么，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我和他说自己付出多少，不也是想让他知道我有多在乎他吗？我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啊，他怎么会觉得是我在逼迫他呢？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却总是需要处处迁就他。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挖坑，等着我往里跳。这段感情的压力好大，他们是来解压的吗？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严23岁，来自河北职源；女嘉宾小陈22岁，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了？1年多了。1年多了，是怎么认识的？是之前我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就是喊了一些同学，然后就互相认识了。你追的他？对。哦，小片里说你为他付出了很多，是吧？对。先说说你的付出吧，好不好？都付出了什么呀？那么委屈？就比如说之前吧，是快毕业那会儿，他是还在上大3，我当时已经。你在哪儿读书？天津。在我们天津读书啊。当时我是已经签约了一家南方的公司，就是说我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啊。但是吧，我就是为了他，我是怕他在天津自己孤单嘛，然后也想多陪陪他，就没去南方，还是留在天津工作了。你家是哪儿啊？石家庄。哦，那不离天津很近吗？你怎么能说是为了他的呢？但是我是想去南方来着。想去啊？那你也不能说就为人这姑娘啊，对不对？但是已经签约了，然后我就是差不多因为他，然后我就留这儿了。啊，我问问姑娘，她当时要去南方的时候，是你要求她的吗？不是我要求的，他们每次就是说以为了我的口吻，就是说为了我怎么样。哎，你看我为了你，我都没有去南方城市，我喜欢的地方都放弃了。我这么问吧，她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们俩商量过未来吗？没商量过吧？没商量过，所以去南方这件事儿你也没跟她商量。自己就把南方的签约就不去了，是这意思吧？对，我是后来才跟他说的。啊，等于留下来之后才跟他说的。对。好，还为他做了什么呀？就是之前就是一块吃饭的时候，当时是就是一帮人也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就是他朋友说去吃海鲜吧。本来就是我感觉就是自己应该是没啥事儿了，然后我就少吃了一点海鲜，然后就是晚上还是过敏了。就本来我是海鲜过敏不能吃海鲜嘛。那你可真不能吃。但是就本来是觉得没啥事儿了，然后就是没想到还是出事儿了。那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你海鲜过敏你可以跟我们说你不能吃呀，我又没有非要吃海鲜，你也没跟我说呀。我会那么严重。那你现在又说是为了我吃的海鲜，而且之后他就总拿这件事儿来说你看我为了你海鲜过敏都忍了，你却为我这样都做不到吗？他总是拿这种理由来道德绑架我真是特别压力特别大，我也挺委屈的。我没有绑架你。我这么说不是就想让你。可是你这样一说，弄得我就特别没办法。我挺感动的，你为我付出挺多的，我知道你也在乎我。可是你这样一说，我就弄得我逼迫的我没有办法。行吧，这儿反正补一句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食物过敏的话，千万不要为了对方，也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强吃，这不好，会出人命的啊！这非常严重啊。对呀，我也没逼着他吃呀，他就行，反正男生是觉得他为你做了嘛。除了为他放弃了南方的工作啊，这是你说的，
除了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吃海鲜，你还为他做了什么？就我快毕业那会儿，本来就是我跟一个学长，就是在他公司帮忙，然后是一个兼职，每周6日都要去的。我怕毕业之后工作忙没时间陪他，然后我就把兼职辞了，想着就是6日多陪陪他。可你也没问过我需不需要呀？而且我之前周六周日都跟朋友一起玩，然后他也有事儿，然后他突然间就是说，你周六周日能陪我了，我当时挺开心的也。但他就是有一次，他就是朋友那个有事儿，都带着女朋友去要聚会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已经跟学姐约好了。但他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为了陪你，都辞职了，得罪了学长，还都是为了你，你就不能陪我一次吗？我当时很懵，我也没提过要你周六周日陪我的意思呀。而且就算你要辞职，你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现在又怪在我头上，你为了我的这种口吻来道德绑架我，就要求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呀。可是你这样说出来，就是总这种。姑娘，我问你一句啊，你有在日常生活里跟他说我希望你多陪陪我吗？我没有说过，从来都没说过。对呀，我觉得就是男生他就是有自己事儿就可以忙自己事儿。我要有要求的话会跟他说，我都没有提过，他就是现在就是说为了我辞职了，还得罪了学长。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些决定之前你是不会告诉他的，是吧？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事儿想跟他聊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是不是这意思？我听姑娘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我也没有总说这事儿。天哪，还没有总说吧？你成天就是不光是这些事儿，有好多事情都是这样。还有什么？一有点小矛盾，就是总说我为了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次就是国庆节，我妈从老家回来看我，她带着我们去吃饭、逛街，我觉得挺感动的，觉得还挺细心，也挺会照顾人的。然后有一次她周末提出要我回他们家见他父母。我觉得挺不合适的，还没有到见父母的程度吧。结果他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为了你，我连那个客户什么都得罪了，那个工作也弄得挺不好的。你妈来的时候，我也那个陪着你们逛街吃饭。你这样，你觉得你做对吗？”他又是这种，就是又说是为了我怎么样啊？你去他家了吗？后来？然后去了，然后见他父母了，然后。他父母对我也不是挺满意的，觉得我现在还没毕业，也就觉得以后俩人也不一定能长久。那他见你母亲是以什么身份见的呢？就以朋友的身份见的，然后说带着我们吃吃喝喝什么逛街的。本来弄得挺好一个事儿，后来线上他就说为了我怎么样，心里其实挺委屈的吧，兄弟。对啊。我觉得就是我见他父母了，然后我带他见一下我的父母，对他也是一种尊重，就是对我们两个未来也是有点好处的。那你们俩现在为什么而冲突呢？是因为你要毕业了？也不是，就是他总是就是以为了我的口吻，说是我为了你怎么样牺牲了什么，那我放弃了什么，就总感觉就是逼迫着我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啊。姑娘，我换一个方式问你啊，就是当你第一次知道。但是因为你没有去南方而留在天津，你心里有没有点小感激？对呀，我是特别感动，我当时也挺开心的，觉得他为了我们以后想的挺多。我想着以后我也就是毕了业不回老家了，就留在这儿，也想着跟他好好的。结果他就总说是为了我，我难道我没付出吗？我也付出了呀，他总说是为了我，就总觉得我就弄得我压力特别大。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儿都不能做选择了。就他总说我为了你怎么样，你就不能。不是你什么事儿不能做选择？姑娘，你能举例子给我们听听吗？就好多事情，你什么事儿不能做选择？比如说上次我们就是他跟他朋友约好了要去旅游，然后当时他的那个时间也没弄好，我当时也快过生日了，他就说你过生日了，我这次陪你吧。然后后来我有事情想那个出去玩，他就不想让我出去玩，说你看上次我为了陪你过生日。我连朋友的约都爽了，得罪了朋友，你现在就不能陪我吗？总逼迫着我做选择。当然事儿是这么事，但是我就是没有。你是经常逼迫人做选择吗？没有，我他自己就是意识不到。我只是跟他商量而已啊。你这是商量吗？你总是说为了我还有什么事儿啊？他总是说这种。你有大事儿吗？这都没什么呀。我学的是设计，以后也想从事设计这份工作啊。他在外贸上班，然后就想着让我就是毕了业直接去他那儿啊。我本来也没接触过外贸呀，为什么就非要让我去那儿呢？我想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上班，每天在一起时间能长一点。你担心他在其他单位工作碰到更优秀的人，你们这段感情会变得很脆弱不可靠吗？你有这个担心吗？你告诉我。这个没有。
那你为什么让他跟你在一起上班呢？他又是学设计的，跟你的专业又不对口。就是我可能就是怕他就是在别的单位受欺负了，就是受什么欺负呢？就可能就是工作上的就是不太懂的。你就直接说出来嘛，还是害怕？是不是有担心吗？你告诉我。有一点吧。所以你希望他未来毕业还是在你能够关照他的这种环境里面去生长，是这意思吧？对。他如果就不这样，可以吗？也可以，这个都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商量还是可以？可以商量的。你现在你们俩情感最大困惑是什么呀？你能告诉我吗？就是之后工作的事儿。就是工作啊。问问女生，喜欢这个男生吗？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感情还在。啊，感情还在，喜欢他什么呀？我当时见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正直，然后挺稳重的那种，感觉挺有安全感的也觉得他挺体贴细心的。这个现在变了吗？这1年多的时间变了吗？他就是总拿那些事儿弄得我觉得他对我的爱就慢慢消磨的，就感觉没有了，已经也。好吧，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让他们帮帮你们吧。来，一起进入信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男生，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讲投入产出比的东西。不是说我付出了多少，对方就一定要回报给我多少。爱是一种很美好的意象，有的时候可能2个人一方付出的特别多，但是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2个还是分开了。难道你去问另一方讨说你把那些还给我吗？他怎么还给你啊？没办法还给你。你其实满足了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即使像你说的一样，你说我都是为了他，我为了他，我为了他，在你为了他的这个过程，你自己感悟到的是生活的幸福感，是内心自己的一种满足，你自己特别爽，但他都不知道呀。有的时候这就像当年的那种物交换，没有货币的时候，说哎，我给你个地瓜，那你得给我一个土豆。我不想给你这个土豆，而且我也不想要你的这个地瓜，是你一厢情愿非得把这个地瓜给我，跟我换，我不想换。所以他非常难受，他一睁眼睛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男人他每天告诉我有付出那么多，所以我是欠他的，这是我的债主，我得还债呀。我想做这件事情，债主说了不能做，所以我就不能做，是这种心理状态吧？所以压力很大。你跟他交流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不想让他出去玩，你就跟他说你今儿别出去了呗，你陪陪我呗。干嘛非得说那天我为了你我都没出去，所以今天你为了我。它不是一个等价的东西。我希望你们2个可以从这种交换式的爱情过渡到互助式的爱情。不要换不来的，就是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帮助你，你帮助我，我们一起好好的往前走。不要为了谁，是为了我们的明天。祝福你们，谢谢。我觉得留不住的人始终是留不住的。对，你看，一个是想要做自由的小鸟，想要飞，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一个呢，我死活不让你飞，我哪怕做一个牢笼，做一个笼子也把你罩起来，没用的。就是你所有的强人所难，所有的对他的管理，都是你自己在瞎想。他不想让你管，说白了，本质就在这儿嘛，什么压力啊什么的，说到最后就是你不想让他管嘛，管太多了嘛，而且你用这种絮絮叨叨的方式管我，是吧？你呢？为什么用絮絮叨叨的方式管他呢？因为你没别的办法嘛，你觉得自己也不够出色啊，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够去长久的挽留住这样的一个姑娘，最后你就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付出那么多，一个一个的牢笼做成一个笼子，关不住他的。谈恋爱只看向结果，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恋爱这件事情其实过程是很美的，每一个当下是很美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为了在老是考虑我们未来结果要怎么样，所以反而放弃了我们当下的那种很好的生活或很温暖的生活。
你让他弄得压力很大，你自己也弄得很痛苦。你们现在这个恋爱没谈好，还谈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这么谈的。就每一个当下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当下最后组成了你们的人生，所以当下的美可能才推向于你们的结果。结果这个东西你说你去计划它，你也年纪也不是很大。比如说我吧，我现在都很难计划5年之后的我是怎么样的。时代发展太快了，你根本想不好的。每一年我们的事业都在发生变化，每一年我们的科技都在发生变化，每一年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大学还没毕业呢，你就已经计划好跑到你那边来，你们俩在一个小单位里面，然后一起干活。你那个单位万一明年倒闭了呢？对吗？计划不好的，他飞走了，你还会有别的人；他飞到别的地方去，还会找到别的男生。但是你们曾经有过的那1年时间，现在这个当下是属于你们的，不好好享受这个东西，老想着有的没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男生，我真的要跟你讲一下，就是共赢这个事儿。谈恋爱就是你开心的时候，我也开心。不管我是付出也好，你是获得也好，我付出的很开心，而不是我很痛心。这叫付出，这叫爱情里面的付出。所以你把我对你的付出是我的牺牲，你的获取，这就不是爱了。记住我这句话，学会用共赢思维去谈恋爱，你们这场恋爱才能谈得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先说说男生啊，其实伸手要来的爱情不珍贵，要挟来的爱情不光彩。我不知道你心中对这个女孩的爱有多深有多浓，但确实如你所说，你的方式和态度都有问题，所以造成了你今天如此被动。我们中国话还讲究留白，在你的所编织的这幅爱的画卷里，你铺得太满了，满满当当的，没有给人喘气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说，这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绘画是铺满全纸的，人物都好像扑面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形式存在？因为双方都需要那样的激烈。所以我们看到你们之间的爱情，他想留白，你想铺满，核心问题是什么？还是爱的不对等。固然你的方式有问题，但其实爱的双方这个天平不对等，也造成了你们今天的这个局面。姑娘刚才一直用大篇幅的语言去形容她给你带来的压力，固然压力存在，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你爱得很虚伪，因为你并不那么爱他。如果一个在浓烈的爱当中的女性，对方为自己做出的一点一滴，你不会说哎呀你千万别说为我而做啊，你会心存感激，说你看我爱的这个男人他为我做了什么。正因为你不够爱他，所以他付出越多你越反感，你越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回给他对等的感情，所以我只好说你看他道德绑架我。实际上如果从好的一面来讲，你其实道德感还是有的，你认为你给不了他给你的那些，但从不好的一面来讲，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那么爱他。所以我觉得爱情或深或浅，或痛或快乐，都可以互相去交流去感受，但重要的是你得坦诚，你要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你也要告诉自己我对他的爱有多浓。做不到那么爱，就别勉强自己，也别抱怨他，告诉他我对你的爱就这么点儿。如果你能越来越优秀，能够吸引到我，能够让我为你的魅力折服，我可能会越来越爱你。但是对不起，今天的你的这个样子，我没有那么爱你。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坦诚地面对自己。男生不管是这次恋爱还是下一次爱情，学会留白；女生不管是这次恋爱还是下次爱情，告诉自己要真诚面对内心。希望你们遇到更好的自己，也遇到更好的另一半。谢谢。所有追求结果的人都得不到长足的快乐。你说他道德绑架，那我想请问你，为什么他绑架不了别人，只能绑架你？可能因为他还是在乎我的，也想要为我。我是说，为什么他不能绑架别人？这一套只对你有用。这就是严老师所说的虚伪。
因为两个人都想站在道德的高地，把对方说得体无完肤。我们常说一句话叫真心换真心，如果你付出的真心只是为了换取真心，那你的真心已经不再是真心。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馈，这是正确的。但至少在你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带有这种私心的。如果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想着我的付出是为了换取回报，那你的付出就会锱铢必较，你的付出就没有那么彻底，就没有那么真诚。很多人这一辈子总想拿第一名，但是当真正的拿到了第一之后，会发现不过如此。不是因为第一的那个分量不够重，而是当你真正拿到第一名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怀念的是奋斗到第一的那个过程，那个投入。我刚才说为什么你会被绑架，就是因为你没有像孩子一样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请你也不要那么浓重的爱我，并且整天把它挂在嘴边，让我非常的不快乐。但一方面你又要说他道德绑架，又不肯承认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没有投入太多，那你就会被绑架。你说呢？自己清楚了，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面对问题，否则的话两个人就纠缠不清。你明白吗？60秒是最好的时候，不妨把心里的话都道一道，好不好？就这。我是觉得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像陆琪老师说的那样吧，你们要觉得谈得愉快，接着谈；谈得不愉快，毕业你们就分手也无所谓，没有谁对不住谁，因为你们在谈恋爱的期间是真心为彼此付出了，这就没什么遗憾了。来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我之前说话方式什么的可能有些错误，我向你道歉。但是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一直走下去，互相帮助对方改掉自己的毛病。你觉得如果你能改的话，我想着我也会考虑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我也想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做的也有哪儿不对的地方，我也会认真考虑一下的。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啊！来，请关门。最终他们会怎么选择呢？请开门。来。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爱我了，他说的那些都是借口。如果他走了，我也就祝福他吧。谢谢，请回。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唉，我祝你们两个人分别找到你们爱的人。